那如果真的被你检查到一间样品屋，什么东西都很合理，非常合理的高度、角度、深度的话，那很良心那你要特别问清楚之后，我以后买的坪数跟你现在的这个的坪数是一样的吗？因为样品屋它就那一块土地嘛，它盖大，里面的修润就可以盖得大。那盖基地小的话，那个房间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小，所以要去看一下，到时候你买到的那个室内面积跟它的到底一不一样啊？不然你未来家具摆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奇怪，这个房子怎么那么小，怎么跟当初看的都不太一样？那这时候你也没办法求偿，因为一切都合法。然后当初那间样品屋怎么样？拆掉了，死无对证这样。这类事情是真的是一堆纠纷可能是最多种的纠纷不胜枚举啦。就算我现在帮你列举完了，等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招，你信不信？揭露样品屋的隐藏真相，小心不要被这些设计给骗了先说结论，样品屋会做的花招真的很多，像是它的装潢费用可能就比你的头期款还要贵了。那家具尺寸也都是特规的等等，防不胜防，所以真的小心一点。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个礼拜聊了做装潢时应该要考虑什么，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样品屋怎么看对，这次来聊样品屋。不用准备太多头期款去买的那些预售屋通常都会有展售中心，就会有一个很华美的样品屋让你看，2房有2房的，3房有3房的，家具家电都摆上去了，花花草草都摆上去，很漂亮这样。那这些必然会是小资主会考虑的选项，因为不用准备那么多头期款嘛。所以我们也来讨论一下样品屋先说结论，不要被那个装潢给蒙蔽了样品屋就是建商盖来让你觉得很棒的东西。我是建商，我也这样；你是建商，你也这样你会做的比现在建商更加夸张、更浮夸、更华美。这样，我敢说跟你打赌未来你的房子再怎么装潢都不会长得跟样品屋一样。为什么？因为样品屋里的东西都是定制的尺寸都是特规的，然后料也都是用好用满的那种。皮面一定是真皮，那没有在那边跟你什么合成皮或美耐板真的看起来像皮革的美耐板这种东西。那我知道这个听起来不太好想象我这样子说，一般你装潢房子一坪可能是5到10万这样子去抓，现在5万应该做不到啦那应该10万左右。那样品屋的费用它可能是15到25万之间，他们不用一坪去抓，他们真的是叫一个设计师，然后点工点料，然后给一个预算，然后能做到多好做到多好。他可能一个3房2厅的样品屋就几乎就用了200-300万去装潢，就只是要让它非常好看。等到那个展售的期间过了之后，整个拆掉整个拆掉，就这样，更贵都有可能。我去看过豪宅的装潢，还不流行豪宅时候的豪宅案就是以前在盖大坪数嘛，那一下子就盖了什么133坪，然后全屋装潢做那个展示那大家就可以走进去看，这样确实很夸张，确实很厉害，看着都觉得说哇，这不要的然后女生看了就想这么夸张，那我今天能睡这里吗？这种话都讲出来。就你走进一个房间，一打开哇 Tiffany Blue， 你知道就是那个 Tiffany 蓝那个样子一打开整个房间都是那个色系，看起来非常的高调而非常的华美这样。那个装潢超级贵，然后它的艺术漆说什么师傅手工怎样，这一面电视墙的工钱就已经8万多工钱还不算料钱样品屋就是这样装潢给你弄好弄满，那之后这一户也会拿出来卖销售快完结的时候也会拿出来卖你就直接买那个尬装潢这样，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来简单算假设你买一间20坪的房子，然后你一坪装潢费用给它抓20万，那你这间装潢已经抓到400了，这已经是一间房子的头期款了呢这个就不是一般人会去做的决定因为一般人会怎样？再花一份头期款的钱来买新的房子嘛，来收租嘛，那只是来装潢，把自己的那个装潢家里弄得非常漂亮，好像 CP 值就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你要知道样品屋最常不准的事情有哪些？
除了装潢费用以外，还有很常见的就是偷梁换柱啊。我讲偷梁换柱也不对啦，因为样品屋现场就是从零开始打造，它没有那么多现成的东西要去考量。讲一个事情，你去 IKEA 看那个展示屋都很漂亮嘛，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它的天花板，你会发现没有天花板。对啊 ，IKEA 那个干嘛要天花板？它整个商场都要开冷气，可是你放到你自己家，就会出现冷气机在墙上。哦，要么你做吊影式啊，吊影式很贵啊，一般的小家庭又不太会去用吊影式的东西啊，不然你要做天花板，就到冷气那边哈，凹一个洞给冷气去弄，就有这个情况。可是你在 IKEA 都看不到，样品屋也一样啊，整个showroom都开冷气开得好好的，哦，要多冷有多冷，啊，不需要额外去弄一个假的冷气装在那边，说你以后装好冷气会是这个样子，哦，会破坏掉你的装潢的样子，不会啊，不需要。所以你进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间房子怎样很方正，也不需要去做那个梁。我是建商，我在弄样品，我把梁做出来给你看，到底是要干嘛哦？就不会有梁啊，都跟 IKEA 那个长相一样哈，很漂亮，很方正，这样空间很大。但是等你交屋验屋的时候，你一打开门发现靠北，这个是啥小？这个梁怎么那么大只？怎么就横在中间？那你也没什么办法，因为这个不是瑕疵。那梁啊、柱啊，这个是样品屋预售在验屋环节的时候最容易起纠纷的东西哦，真的是这样。我有好多会员就来问了，讲到这个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也觉得替他感到可惜啦就是他也很开心哦。我在拍片以前他就买了，我这个很早期的观众很早期的会员，然后也就买美术馆，然后就交屋了。交屋以后我就不讲哪个案子。交屋以后他就很开心说下个礼拜要验屋啊，验屋有什么要注意的然后我也加紧跟他讲，叫他拍照片回来给我看。好，然后我就忘了这件事情。隔了1个礼拜之后，他来密我，直接甩他验屋的照片，然后说阿元，请问这个正常吗？我看到那个笑出来。那个管子串的乱七八糟，变成怎样？你一定要做天花板一定要做天花板。那个管子啊，然后管线啊，还有梁柱啊。那我还看过一个新成屋它也是人家投资客拿出来卖那个要怎么处理？就是说现在的2房或是1房1厅不是很小嘛就很小，所以很喜欢做一种格局是怎样？就是你入户门一打开，你的左边或右边那个就是厨房嘛。就这样，然后这个厨房排风扇它怎么排？你看到它是一个狭长型一眼望到底，你的门一打开，右手边是你的厨房，然后你眼睛直直看过去，那个就落地窗了就像看过客厅，就是这种小2房的格局。然后那个厨房在门边，它的那个抽油烟机的排风怎么处理？就从门这边上面拉一条那个管子，不都很粗那个给那个厨房烟走的那个很粗嘛，直接从门口这样子穿，然后穿过中间还有一只很大横梁绕下去，然后绕那一路到阳台去。怎么不直接往外面做？因为你在入户门嘛，你干脆往外面做到那个走廊的天花板里面好了，然后全部户数的都往外走走廊出去排气就没做。这可能有法规的考量不知道。好，那你那个厨房你要怎么办？你要去为了这个很丑的这个排烟的管道去做天花板，做天花板算不是不能做，中间又压了一只梁。我说那个房子中间压了一只低低的梁，然后那个管子还这样子给它匍匐过去，那你天花板你要怎么做？对啊，你要封到那个管线的底下，你怎么封？那中间你会变得超矮，那个180会撞到头，可能也没那么夸张啦。我表达的事情就是很低，就看起来就是极端诡异这样。这个在样品屋都不会发生，不可能发生啊！怎么会盖这种样品屋给你去嫌？他房子怎么卖？就会这种状况管线跟那个梁柱。第二个是改尺寸，家具家饰的尺寸，就像我们前面讲，样品屋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定做的。好，那定做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改大小特规的大小。例如说一般的衣柜尺寸深度大概都做60，因为它挂大的冬衣服嘛你大概60公分。然后为了在样品屋把那个空间看起来更利用效率更高，它的衣柜可能是50甚至40所以未来你真的摆一个正常尺寸的衣柜进去，你会发现干怎么凸出来？怎么跟当时样品屋还把那个3-4年前的照片找出来看，人家衣柜怎么那么漂亮我的衣柜怎么感觉那么肥？变成说我的房间看起来更加的小
可是其实你的衣柜是正常尺寸，就这样。还有那个特规的双人床大小哦，还有特规的书桌大小、储物柜大小，很多啊，真的是很多。所以我个人看的经验是说，不过你做这件事，你小心一点哦，因为那个代销，我们也有朋友哦，代销最讨厌、最堵拦这种客人哦，只要遇到有这种客人，他们会马上通知现场的主管，就专案哦，然后专案就会出现，然后来旁边监视你或干嘛，惊你也不代志哦，就什么带卷尺来的卷尺哦，跟那个叫什么，一个很小的东西，雷射是测距的，测量距离的仪器哦，最怕那种客人，因为这种客人来了就被不代志，你知道，他就卷尺来量哦，量那个橱柜深度，然后量各种量哦，然后就要开始搞事情了哦，所以你可以去做这种事情哦，就如果你想探测说我说的正不正确，那你就去样品屋里面直接带卷尺去量尺寸。不想要做的那么明显的话，你就带那个雷射的电子的测距仪，那个便宜啊，虾皮都有。你就入户以后在那边放，你就知道这个房间到底有多长哦啊，然后看地面到底有多高哦，这些都可以，或是你就给它摆在橱柜里面，你就看得到这个橱柜有多深，这都行哦。那如果真的被你检查到一间样品屋，什么东西都很合理，非常合理的高度、角度、深度的话，哦，那很良心哦。那你要特别问清楚之后，我以后买的坪数跟你现在的这个的坪数是一样的吗？哦，因为样品屋它就那块土地嘛，它盖大，里面的showroom就可以盖得大。那盖基地小的话，那个房间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小，所以要去看一下，到时候你买到的那个室内面积跟它的到底一不一样啊？不然你未来家具摆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奇怪，这个房子怎么那么小，怎么跟当初看的都不太一样？那这时候你也没办法求偿，因为一切都合法。然后当初那间样品屋怎么样？拆掉了，死无对证这样。这类事情哦，是真的是一堆纠纷哦，可能是最多种的纠纷哦，不胜枚举啦。就算我现在帮你列举完了，等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招，你信不信？哦，最后你要知道，样品屋给的东西不要丢。如果你还是想要买预售屋 ，OK，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建商给你的东西都不要丢了哦。例如说，你一定会拿到楼层平面图跟家具配置图哦，那这个你不要参观人就丢了哦。你第一步应该是先问销售人员说这比例尺，好，然后你要去看家具配置图，然后标注的梁柱在哪里哦，开窗开在哪里这样，哦，它长什么样子，长这个样子。就一般你去看预售，它不是给你一个。哦，就现场平面图哦，就这个，那个东西通常很大张，不好收，你就把它拍照拍起来，然后存在你的手机相簿里面。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就反正就是你去预售屋里面看，他就给你一张很大张，然后打开来，那个是房间格局的平面图，不是说什么 A8、A9、A7 这种户别在哪里，不是这个，是该一个房间里面的布局图哦，布局图，那你就把它拍照拍起来。啊，这个就是广告单。那广告单很容易会写的比较夸张，或是他的安排你一看说，真棒，然后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奇怪，这明明就是他给的图，哦，图面，结果你自己用肉眼去看，他两间浴室的马桶的大小怎么就不一样了哦之类的，啊，就是调这个比例尺，他是要表达说这边做浴室厕所马桶的位置在这里。然后马桶画小一点，可能让你觉得这个厕所比较大间一点。实物上你自己走进去之后会发现，这个空间跟当初看那个showroom的时候感官都差很多这样。然后像什么5分钟到台北市，这也是广告单常写的东西。结果是深夜时段路上没人的时候，你狂飙时速120，5分钟到台北市白天塞车塞起来可能都20-30分钟。例如这个我要念一下红线的部分这是一个报道。就他写说，圆山富锦这个建案宣称是2万坪树海第一排，经公平会调查发现，公平交易委员会百灵国小植栽面积约543坪，前港公园植栽面积约6588至8000坪，两者植栽面积加总不足万坪，与广告宣称2万坪差距甚大。对，就这样。你看都闹到公平会里面去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凭空帮你加1万坪那数学就是这么好，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预售就是这样而且预售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你去看预售，
的渲染图，他就画自己的建案很漂亮一只，我说广告单上很漂亮，自己一只，然后还在发光，对不对？他的左边右边全部都没有房子，屁嘞！你自己去看那个现场，左边右边全部都是老公寓，就他要凸显的是自己的尊爵不凡，还在发光，其实一样是老旧市区这样哦，就自己要会看啊，自己小心一点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样品屋要怎么看哦。那我也跟你分享，样品屋会隐藏的陷阱。像是它会弄超级好的装潢让你觉得未来你的房子也是这么美但其实你装潢起来尺寸什么的应该都不对，因为它的装潢费用都是定制的它装潢起来可能都比你头期款还要高很多很多了。那再来就是他们会不强调房子的瑕疵，比方说这间样品屋就不会让你看到2根柱跟管线那这都是你交屋的时候你自己要去面对的东西。或是故意把那个衣柜、床头柜、床的尺寸都做小，来让这个卧室的空间变大。等到你入住的时候，才会发现，怎么比当初的想象还要小非常的多那最后我也建议你，如果你真的要买预售屋的话，记得要保留建商给你的各个文件跟广告单，这些都是未来要来对答案用的不一定会走到提告。应该是不会走到提告，因为要告也会有比你更激进的已购户先帮你告了，你就跟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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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
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哦 ，Map 地图啊，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哦，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哦，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哦。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哦。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哦，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好，那使用的方法哦，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哦，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哦。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哦，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 哦，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哦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哦，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哦，高雄的 LINE 哦，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哦，讲故事。正妹6号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她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像王美一样的家哦。那每一个角落都精心布置，沙发要软的像棉花糖，那墙上可以放满她喜欢的吉伊卡哇，并且可以在夜幕低垂的时候点上一盏香氛，让黑夜陪伴自己入眠。有一天，她在街上闲晃的时候，偶然看见某个新建案的接待中心。出于好奇之下，他就在代销姐姐的陪同以下去参观了他们的样品屋。走进样品屋的那一刻，他眼睛闪闪发光，心跳就像要跳出胸口一样。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美好与华丽。宽敞的客厅里摆着真皮沙发，柔软的地毯就铺在脚下，触感让他忍不住在心里尖叫。那厨房还有那梦寐以求的料理台，仿佛下一秒就能让他化身为某位知名主厨。卧室的床也是那种高高的公主床，软得像是一层又一层的棉花糖，甚至有个小阳台。小阳台洒进来的阳光让他幻想自己穿着丝绸睡衣在这边喝咖啡的美好想象，一切都美得像是梦境。这个样品屋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梦一样，让他感觉自己就是置身于自己的童话故事之中。签约当天，他的内心澎湃，像喝了10杯咖啡，所有的焦虑跟不安都被完美的生活蓝图冲刷得干干净净。但他真正交屋搬进新家的那天，现实的巴掌来得格外用力，仿佛让他从梦中被狠狠地甩醒。开门的瞬间，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心中的梦想，而是一根粗壮的梁柱从客厅贯穿到卧室，仿佛一个不速之客顽固地占据了他的视野。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瑕疵，可以透过装潢来处理。但进到厨房以后，他的幻想彻底崩塌。原本宽敞明亮的厨房空间，在摆进冰箱以后，变成只能容纳一个人转身的狭小角落，所有的厨具都挤在一起。做饭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把碗放进洗碗机，必须要弯腰，而且要侧身才能打开那个门。比较大的碗盘还要找对特定的角度才放得进去，因为洗碗机的门已经没有办法全开。让他崩溃的是浴室，他原本期待着能够泡个澡舒缓一天的疲惫，却发现自己的浴缸放不进浴室，除非把浴室的门整个拆掉。那你说不拆吗？浴缸放不进去，拆吗？又是一笔费用，而且浴室防水要重做，也怕到时候自己铺好的木地板被刮花。卧室的阳台更是让他欲哭无泪。阳台开窗的位置完全不对，阳光无法进入，整个空间灰暗无比，完全不像样品屋中那阳光充沛的梦幻场景。他站在房子中央，看着这一切与他的想象相差甚远，心情的落差就像掉入了万丈深渊。正妹6号在这座小房子里过着仿佛掉进黑洞的生活，
每天被现实的不如意压得喘不过气。他曾经以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避风港，但是却成为压在他心头的巨大房贷负担。他现在不是很想回家，但是不回家又要去哪里？他的心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从最高点的欣喜若狂，一路俯冲到谷底的心碎无助。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在 Threads 上分享了他的故事，那语气中就充满了无奈与自嘲。他告诉所有的人，样品屋是卖梦想的地方，现实交屋时，就是清醒的教训。这句话像一根刺，就一样戳中了很多跟他一样的年轻女孩。这枚6号的梦碎故事成为小资族之间流传的警示。他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大家，梦想有时候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实现的。有时候现实的残酷会让你不得不低头认输，因为没有钱再去做庞大的装潢。最后，他站在这个曾经让他满怀憧憬的新家中，却只感到一阵阵的空虚与寂寞。他终于明白，梦想的美丽和现实的残酷永远是一体两面，而人最痛苦的，莫过于在现实跟梦想之间的夹缝向上仰望。这不是一个开心的故事，却是很多人的故事。希望你不会遇到类似的事情，遇到这个镜花水月的人生考题。